死的都是小娃，都是16、17学生。你看惨不惨？76岁的山西奶奶杨春生每年都来黄河边扫园，而她做的一切是为了纪念一段陕西冷娃的悲壮历史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奶奶的爸爸叫杨继洲，80多年前在黄河边割草，意外救起了一个浑身是血的陕西兵。那是中条山66战役打响后的第2天，黄河边都是士兵的遗体。杨凌一个小伙，当时18岁，到时候见他，虽说打的看来军方都流血，头一天打了，第2天没死。为了帮助这个陕西娃逃避日军的搜索，杨继洲将自己的衣服给了他。离开时，这个陕西娃为了杨继洲的名字，还给他磕了3个头。杨春生小的时候，父亲向他提起这段往事，希望他能记住，曾经有一群陕西人在这里为了抵御日军付出了生命。66战役死人可多了。前几年我闺女来替你开荒，让我闺女当时10哈路都是到来了跳哈进去。你知道10来娃病可怜不可怜？1939年的66战役是属于陕西子弟最悲壮的生死绝唱。那年芒种本该是春耕播种、万物生长的时节，中条山却沦为人间炼狱。3万日军携飞机、重炮、毒气弹9路猛攻，撕开我军防线。驻守阵地的第4集团军清一色是杨虎城将军麾下的陕西子弟，其中负责掩护主力的新兵团、学兵队、工兵营，全是入伍不足3个月的少年兵。最小只有16、17岁，最大不过20出头。日军攻势凌厉，装备精良，很快攻破阵地。这群少年奉命留下来断后掩护主力撤离，可他们训练不足，战力薄弱，等到阻击任务完成，已然被敌军团团包围，最终被困在黄河绝壁之上，进退无路，身陷绝境。1939年8月25日，侵华日军第1军司令官雷京美治郎颁发给第2支师团的战功简报中指出，此次作战俘虏敌军团长以下约欠60名，敌军遗弃死士约4800，带走黄河被溺死者不计其数。那些孩子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们不愿意去成为战俘，所以说就跳到黄河。跳到黄河，他们是想游到对岸去，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会水，不会游泳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淹死了。而且我也看到一些历史资料是什么，就在河对岸是有我们的督战队的，督战队也在河对岸开枪，你们不能退回去。当地有些长辈说，当时那个河上漂的全是尸首。2007年，一群陕西各界的学者在中条山考察，杨春生骑着一篮苹果挨个送给他们。考察团问他为什么要送苹果，他说他和陕西人有情缘，他爹经常跟他说起66战役，还曾救活了一个陕西娃。考察团中的张军祥一听，连忙追问杨春生父亲的名字还有老家地址。原来在2年前，张军祥曾受陕西杨凌的一家人委托，寻找父亲陈志清的救命恩人。陈志清是跳黄河的幸存者，而将他救起的人正是杨春生的父亲杨继洲。陈志清的儿子得知消息后，拿着锦旗专程跑到了山西，向杨春生一家答谢对父亲的救命之恩。促成这段情近情缘的张军祥是抗战文学作品《立马中条》的作者之一。这是在立马中条消息出来以后，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。这是各大报纸有关立马中条的消息报道。这本书曾让800冷娃高唱秦腔跳黄河的悲壮故事家喻户晓，把一段几乎被遗忘的陕军抗战历史拉回公众视野，但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争议。张军祥说，800冷娃高唱秦腔跳黄河是进行了艺术加工的文学创作，但陕西冷娃绝境之中宁死不当俘虏的风骨，应当被每一个中国人看到。到底有多少陕西娃跳下黄河？张军祥从1986年起自费前往中条山18次，寻访抗战老兵及家属400余人，通过走访整理出来一份2000多人的名单，其中18人经其努力被有关部门追认为烈士。
西北大学历史学者张衡也做过考证，用了4年时间形成数万里，得出的结论是近3000人。1920年出生的李彩琴是第4集团军38军独立46旅西38团老战士。66战役，46旅部分官兵被日军包围，陷入困境，很多士兵失去继续作战能力，不愿被俘虏，相继跳入黄河。在滔滔江水中，李彩琴和一位副官抓住一条领悟，在黄河漂了一夜，第2天爬上了北岸。曾任177师通讯员的抗战老兵孙文义回忆，队伍被冲散，子弹打光，战士们不会游泳，都不肯被俘虏，最后都跳下了河。醒来时，孙文义发现自己躺在老乡家里，和他一起跳黄河的弟兄们却没能游到对岸。85岁的亲历者李庆年老人回忆，他目睹了跳黄河并参与了埋尸过程。他说，父亲李永祥曾救助了一个姓林的翻译官，但他剃成光头混入村民中，并谎称是自己的大儿子，成功躲过日军的搜捕，回到了部队。那一带的村庄里，几乎每个村都有过这样的故事。国难当头，黄河两岸没有亲近之分，只有血脉相连。那些老百姓用命护住了别人的儿子，也用一生记住了这群陕西娃。80多年过去，黄河岸边立起了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，左侧是杨虎城将军手书的勿忘国耻，右侧是孙问如将军的嗜血国耻。基座铭文记载第4集团军孙问如部在1939年战役中的伤亡数据。那些跃入黄河的身影有了一个可以被后人找到的地方。今年清明，我带着40多位中条山抗战阵亡将士后人来到了这座碑前。后人们在碑前摆上从家乡带来的苹果、锅盔，献上菊花。有人跪下磕头，有人默默流泪，有人用陕西话喊着先辈的名字。这是我的曾祖父梁正义，这个特殊时期留下一些问题，一直不敢正面这个问题。然后是这2年是在整理家里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他的一些资料。还有人在黄河边唱起了秦腔。黄河依旧奔腾，中条山的草木荣枯了80多个春秋。那些跃入黄河的年轻人，那些千人坑中的无名者，我们不曾忘记。这群生在陕西、死在山西的少年鲁娃，他们本是秦川沃土的寻常子弟，是父母膝下的青涩孩童，却为了家国安宁，为了守护身后的3秦大地，毅然告别故土，远赴异乡浴血奋战。他们把青春永远定格在了中条山，把生命永远奉献给了黄河两岸，用血肉之躯挡住日寇铁蹄，以一乡埋中国的悲壮，换来了家乡数十年的山河太平。无名一英雄，我们永远记得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领着这群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姨。你咋了？别来回家了。